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胰岛素和慢性炎症的关系。我们平时在讲胰岛素抵抗，胰岛素抵抗本质上用很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胰岛素越来越多，胰岛素越多，抵抗就越厉害，抵抗越厉害，胰岛素就越多。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很多时候是互相影响的，不只是单纯胰岛素高的问题，还是身体长期处在代谢压力的结果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的话，就是透过饮食，不要再吃会让血糖升上去的食物，身体就不要制造那么多胰岛素了。那么时间久了以后，胰岛素降下来了，胰岛素降下来之后，你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呢，它就慢慢的会恢复的。大家对这个事情呢，要有正确的期待跟正确的认识。血糖控制好可以用天来衡量的，就是在几天的范围里面，你饮食吃得对，你的血糖可以控制得好。你胰岛素平稳下来了，可是我跟各位说啊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的恢复是以月或者是年的时间在恢复的，所以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你是需要长期执行一个正确的饮食，然后要有耐性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仅仅是你对饮食的改变是重要的，你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你需要注意你的睡眠，减少身体的压力，你需要懂得运动的重要性，不是越多越好。你有耐心的持续的去做，你的胰岛素敏感度才有机会逐渐改善。有的人时间短一点，有的人时间长一点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时间。可是你们很少人听说过身体里面胰岛素太低是什么情况？有的，这样的人还不少。你要如何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身体里面胰岛素太低的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有一些比较容易判断的方式啊，你可以去验血检查一下你的空腹胰岛素。如果你要检查你的空腹胰岛素的话，我会建议你跟空腹 C 肽一起查，因为胰岛素的数据它波动比较大一点的，所以它的清晰度没有空腹 C 肽这么清晰。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两个一起看，因为他们排除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看他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验血可以验得出来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平常大多数的人呢，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去验空腹胰岛素的话，他用的那个单位啊，你仔细看他化验报告上面一个 μIU 啊，就是为国际单位每毫升。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 PMOL 一个杠，然后一个 L， 就是皮摩尔每升。我自己比较习惯为国际单位，就是μIU 这个单位，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单位来跟大家讲解空腹胰岛素的数据。我看空腹胰岛素的数据看了非常多的人呢，如果不考虑胰岛素抵抗的话，我说正常健康的人的胰岛素，大多数人都是在5到8为国际单位每毫升这个附近的。如果你的空腹胰岛素在2左右、3左右，甚至于4左右，这是属于比较低的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说明你的胰腺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呢比较低，就好像每个电机马力大小不一样，它不是病，就是天生的，它也在正常范围里面。如果你不去验血，有一种现象你可以判断，就是如果你从出生就瘦，怎么吃都长不胖的，概率非常高的，你的空腹胰岛素低的。大家要了解啊，胰岛素的作用啊，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我们代谢血糖啊，胰岛素是我们身体里面一种合成激素。我们身体需要合成很多的东西，如果你身体的胰岛素太低的话，你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转化成了葡萄糖，很难进到你的细胞里面去给你提供能量，你的细胞容易缺能量的。胰岛素偏低啊，你的胰腺尽管在努力的制造，它能够制造的量有限啊。如果你是天生吃不胖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经常觉得自己没有精力啊，觉得自己精力不够，总是觉得每天很疲惫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你仔细问问你自己啊。那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容易长胖呢？因为我们身体要合成体脂肪，也需要胰岛素的帮助，合成激素啊，你要合成脂肪，需要胰岛素的帮助啊。你身体的胰岛素天生比较低，所以你身体合成脂肪的能力也比较弱，所以你很努力的吃，你都很难吃得胖。还有一个特征呢，你身上呢很难长肌肉。所以你身上的肌肉量很少，为什么？因为氨基酸呢，氨基酸要进到你的肌肉细胞里面去合成肌肉，需要胰岛素的帮助的。这样子的人呢是真实存在的。那我叫他叫做代谢特征 A 型的人，这是我自己起的，不然的话我很难分辨。代谢特征 A 型的人，在我遇到的同学里面数量还不少呢。代谢特征 A 型的人，天生胰岛素偏低，他们的骨架子也小，骨骼也小，骨密度也低，他们很不舒服。可是呢，身上看不出任何毛病来。实际上胰岛素太少并不代表更健康的，所以真正健康的胰岛素呢，它应该是在一个正常的生理区间里面才是健康的。所以如果说本来你的空腹胰岛素在正常区间，
可是你拼命吃高糖饮食，长年累月的吃高糖饮食，你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了以后，你的胰岛素就越来越多，你人为的把你身体里面胰岛素叠加的很高很高，让你自己变成一个长期胰岛素有压力的状态底下，所以导致身体不健康。如果你真正的是那种很难吃的胖的类型的人，你可以看一看你的验血报告，你会不会注意到你自己的甘油三酯很低？一般来说，就算是很健康、甘油三酯很漂亮的人，甘油三酯大概也在1左右。可是如果你天生胰岛素少，怎么吃都吃不胖的，大概率的你的甘油三酯会在 0.8 以下，甚至于 0.6 以下，甚至于更低。你在你的验血报告可以看另外一个数值，看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。正常健康的人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有 1.5 啊，就是好的不得了的了。你看看你的高密度啊，你的高密度轻轻松松的就会在 1.5 以上，甚至于 2.5， 甚至于有的人还会到3的。在一般人的验血报告里面很难看到高密度这么高的，这些都跟你的胰岛素偏低有关的。这个是特征，这是你的特征。从这些特征里面你可以识别出，哦，原来有可能我是属于天生胰岛素低的人。你要了解胰岛素太少了，合成激素少了，对你不利的。你的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什么呢？我告诉各位，你该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把动态血糖仪给带上。胰岛素低的人不见得代谢健康好，但是胰岛素低的人呢，要把代谢健康调好呢，比胰岛素高的人容易。所以你带上动态血糖仪以后，连续看个几天你的动态血糖图形，你的动态血糖图形如果波动幅度很大，那么你要调整的动态图形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只要把饮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减下来。可是你千万记住了，你饮食里面的脂肪啊的热量百分比要把它升上去。如果你减下来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500个卡路里，你就补500卡路里的脂肪上去。你不要害怕，你的身体非常喜欢燃烧脂肪。你改个2-3天，然后你根据这2-3天的改变，你看一看你的图形变化。你的图形啊本来是大幅度波动，你会发现波动的幅度开始变小了，这个说明你做对了。那么你的代谢状态呢，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代谢压力比较小的状态了。当你的动态图形已经达到了很平稳的时候呢，维持了10天2个礼拜都很平稳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设计一套饮食，定时定量，一天少量多次的摄入一些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，每一次的量都不要太多。它可以是芋头，可以是淮山，可以是番薯，这些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，少量多次，然后观察你图形的变化。你的图形只要不出现大幅度的变化，有一点小幅度的波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一点点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让你的胰腺呢，慢的制造一些你身体需要的胰岛素了。在这样的状态底下，胰岛素过低的同学有机会把你的代谢健康维护好，把你的胰岛素管理好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胰岛素带来的慢性炎症是2种极端的类型啊。胰岛素抵抗，胰岛素太多了；胰岛素太少了，同样的会带来慢性炎症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价值。